这支影片呢会跟大家分享我这次去欧洲蜜月旅行的时候带来哪些摄影器材，哪些器材使用的频率比较多，哪些器材使用的频率比较少，以及这些器材在使用上有没有遇到哪些问题，我都会在这支影片中无私的通通分享给大家，也会在最后呢给大家我出国旅游打包行李的建议。你们现在看到这些东西呢，是我这趟欧洲蜜月旅行摄影背包里面装的所有器材。那我会跟你说，这些东西都是不需要的，你只需要这些就够了。那这次旅游呢，我主要带在身上的背包有3个。那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后背包，我大部分时间都是背着这个背包在走路的。然后这个呢，也可以当做飞机上的一个随身行李，然后你就可以直接上飞机的时候，直接把这个背包呢放在飞机座位上面那个收纳柜里面。那第二个背包呢是这个 Peak Design 10公升的背包。那这背包呢，我主要就是放在游览车上，我们下车的时候呢，用不太到的器材啊、物品啊，我就会塞到这个背包里面，然后就丢在我们游览车的上方置物柜里面。所以这背包呢，我就不会随身带走，就是放一些可能当下不会用到一些器材，像耳机啊、笔电啊，还有用不到的镜头，还有如果太冷的时候要再加穿的外套。另外还有像读卡机啦、随身硬碟啊那些东西，我也都会放在这个背包里面，然后就放在游览车上面。当然，其实放游览车上面还是有一定的风险，但是我也不可能背着这东西到处走，所以我这东西就是放在游览车上。虽然说有一定的风险，但是至少比个人出游玩的风险还要低就是了。然后第3个呢，就是这个随身的贴身小包。那这贴身小包呢，我们里面就会放我们的护照，我跟毛老大的护照都是放在这里面，然后里面还会放一些现金，就是欧元啊、纸钞、硬币这样子。但这个贴身的随身小包内呢，我只会放大概1/3的现金，剩下1/3呢，我会另外放在大背包的夹层里面，然后还有另外1/3的现金呢，我会放在行李箱里面，然后把行李箱上锁这样子。然后放在行李箱里面呢，我会放在一个笔电的收纳套里面，然后让它看起来不会那么一眼就被看出来说这个就是现金袋这样。好，那我主要就是这3个背包，然后其实我主要器材就是装在我那个后背包里面，所以我们现在就直接来介绍这个沉甸甸的重重的后背包，来介绍它里面我装了什么东西。然后这后背包呢，它是一个叫做 Elecom 的后背包品牌，它的型号是 Graph Gear Neo， 那它就专门给你放摄影器材用的一个背包。好，那再来呢，我们进入到这个背包的主要摄影器材放置的空间。那这个空间呢，其实你可以侧开，左边、右边都可以侧开，然后你也可以选择从中间这边直接整个打开。那侧开就是让你快取嘛，那没关系，我们就直接从正面这边打开，让大家看，这样会比较清楚一点。好，那我们现在打开，呢，它这里就有个拉链，拉开，这样就可以打开了。那打开之后呢，它的这一面呢，其实是还有2个收纳的空间的。那上面这一层我就会放我的电池，像 A74 啊、GoPro 电池我都会放在这边。那 GoPro 电池呢，这次我就是带3颗，其实我也只有3颗啦。那3颗呢，我觉得使用上算是足够的。但是我记得有1天还是2天的行程吧，我可能不小心按下去录影录太久，忘记关掉，所以我那几天我其实3颗电池差点不够。但我觉得一般使用的话，应该3颗算是足够的啦。如果不够的话，你就是可能行动电源随时充一下吧，就是可以让你的 GoPro 再撑久一点。那 A74 的电池我也带3颗，但实际上大概2颗就很够用了。然后这个呢，这个空间就是我放钱包的地方。我的1/3的现金，另外1/3的现金我就是放在这个里面，然后用一个不是钱包样子的收纳小包去装这些现金，这样可以让扒手呢比较不会第一时间就发现哦，这就是放现金的地方。然后像我的信用卡夹呢，我也是放在这个里面，然后因为这个里面其实你要这样直接去拿到的话是没有那么容易的，所以我的钱啊就是放在这边比较安全。好，那这个空间打开呢，它就是长这个样子。那这边这个空间呢，然后也就是我这边侧边可以快取用的这个空间呢，这边我就是放我的 A74， 然后搭配这次我使用的是1635GN2代这个镜头。那因为现在我的 A74 在录影，所以这边你看就是没有东西的。然后呢，上面这个长条部分呢，我会放一个这是脚架，然后这脚架就是我先拿来当做无线控制器的这个 Sony 的蓝牙脚架。那这脚架真的还蛮不错用，这次我带出国还蛮常用到的。那因为我们这次出国呢是冬天嘛，我们有穿外套，所以这个脚架呢，其实我后来都是放在我的左边口袋里面，就是如果有需要的时候，我就可以直接拿出来，然后直接装上去做拍摄。
然后这次出国前呢，我买了一个这个小准的快拆板，然后我就是装在这个脚架上面，然后搭配那个小准 PD 跟小准通用的快拆底板呢，就可以让我在背带呢还有这个脚架上面做一个快速的切换，它真的蛮方便，这样卡一下就上去了。我再做一个示意的影片给大家看一下，这东西我真的蛮推荐，但是要注意一定要买他们的 PD 跟小准通用的底板，才可以通用你的那个 PD 快扣跟这个快扣，不然一般的快扣它是没有办法卡上去的。然后在这边就还有一个这个袋子，这袋子目前是空的。然后这袋子呢，它其实里面装的是我出国前新买的一个 Sony 麦克风，它叫做 ECM M1 麦克风。那这麦克风呢，我就看 Louis 介绍之后呢，然后就觉得，这麦克风它功能也太强大了吧，它有很多种模式去做切换。那其实像我们出国旅游呢，或者一般旅游呢，我是很讨厌有线那边插来插去很麻烦。所以像 Sony 这个 ECM M1 麦克风，你只要插上热靴座呢，它就可以直接使用，非常方便。然后由机身去供电，然后它又有很多的收音模式，可以根据你当下的情境去做选择。所以这个麦克风真的是我目前觉得旅游最方便的麦克风。那你们现在看到我这个影片呢，其实我现在就是用这个麦克风在做收音的，所以你才会看到这袋子是空的，因为它这个麦克风呢目前就装在我的 A74上面。那你们也可以听听看这个收音的品质，你们能不能接受？那我未来可能是真的会蛮常用这个麦克风，不论是出外旅行，或者是我在家里自己这样拍呢，我应该都会用这个麦克风，因为真的蛮方便的。插了就可以用，然后它有降噪功能什么的，它这个功能真的很多啊！我再把 Louis 的影片放在下面给大家做一个参考。那未来有机会的话，可能也可以拍影片跟大家分享。然后 ECM M1 这麦克风呢，它真的很小巧轻便，非常好携带，所以我没有在用的时候呢，我都会放在外套的右边口袋里面，然后有需要的时候再拿出来使用。一装上去就可以直接使用，不需要插线，也不需要充电。我觉得这个麦克风真的是非常推荐给大家使用，旅游的最佳利器。然后在这边呢，我其实要从侧边才能看到，但是我这边呢其实就是放我的一个 Aperture 的随身灯，那个随身灯呢，目前我也是拿来正在打光使用，所以这边目前是空空的，没有东西。我只有最后一天在饭店的时候，然后要拍1635GN2代这个镜头，最后的结论呢有拿出来补光过。那大部分的时间在外面旅游的时间，其实我是完全没有机会使用到这个补光灯，所以如果出国的话呢，我觉得也不一定要带这个补光灯啦，除非你真的很常在晚上拍照，那就另当别论，好不好？那最后呢，就是这两个，那这个呢，我就放我之前介绍过这个20mm 的 f1.8 定焦镜头，这颗镜头我真的很喜欢。像我们有夜游啊，或者是晚上可能吃完晚饭，可能会有在外面散步的时候，那我就会带这颗镜头出去，换成这个镜头去做拍摄。因为它有 1.8 的大光圈，它可以让你在夜晚拍摄的时候能够更轻松一点，它可以让你进光量多一点，拍照的快门也可以快一点。然后再加上它是定焦镜头，它的画质也会蛮好的。那这颗推我还蛮喜欢这颗镜头的。然后再来呢，最后一个这个空间呢，这边给我打开。就会看到这颗镜头，这颗镜头是2470 GM2 代的镜头。对，我现在已经有2颗 GM 的镜头了。之前说要等到有接到案子才买 GM 镜头，结果我根本就在立 flag 啊，我还是没接到案子，我已经买了2颗 GM 镜头。钱没有不见，只是变成喜欢的样子啦。然后这个镜头上面呢，我装的是 Nisi。就是奈斯它的一个减光滤镜组。那这个减光滤镜组呢，它除了可以装可调式的减光镜之外呢，它还可以外装像黑柔镜的有1/4、1/8。那这个滤镜我觉得还蛮好用的。那这个滤镜呢，如果装在1635上面呢，会暗角比较明显，所以这个滤镜我是装在2470上面。那1635GN2代那颗镜头呢，我装的是 Valium 的滤镜系统。那这我另外一支影片我会到时候会再介绍，或者有可能已经先拍出来了，就是在介绍1635GN2代那颗镜头的影片呢，我都会有讲到，那边大家可以来看一下。好，但是我得说啊，虽然我这次带了3颗镜头，有1635GN2代，然后2470 2代，然后还有这个20mm f1.8 的镜头，但是呢，我其实主要频繁在使用的只有1635GN2代这个镜头。那因为出国这段期间呢，其实我一方面也在做这颗1635GN2代的评测的影片，那所以我大部分的时候都是使用1635GN2代这个镜头。那再来是因为我们跟团呢，其实根本没有太多的时间让我可以这样频繁换镜头，我就一直把1635GN2代这个镜头呢装在上面都没有换下来，所以2470这颗镜头呢，我这趟旅程是完全没有用到的。然后在这颗20mm f1.8 镜头呢，其实虽然有用到，就是夜游的时候有拿出来拍过，然后在晚上有出来散步的时候有拿出来拍过，但是它使用的频率
它使用的次数真的是算蛮少的。所以呢，就是如果你真的有需要晚上拍摄的话，你可以再想想看你使用的情境多不多。那对我而言，这颗镜头好像其实没有用到很多次，所以我觉得其实这趟旅程我好像只靠1635GM2代这颗镜头就已经够了啦。那当然，如果你是自由行的话呢，你没有受到时间限制啊，没有那种跟团然后一直赶行程的状况的话呢，其实你要多带1颗2颗镜头，我觉得是 OK， 但我觉得最多就是1机2镜这样就够了。不然这次呢，其实我1635GM2代这样1颗打到底，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然后影片的最后呢，我就是想要来给大家做一个结论，给大家一些建议，就是出国旅游呢，我们的相机背包里面应该要装什么摄影器材会比较好呢？那我觉得毕竟出国旅游嘛，所以出国旅游我觉得尽量还是以轻便为主。一方面呢是你的器材越轻便，背包越轻的话呢，你旅游起来比较没有负担嘛，你就不会觉得很重啊，然后旅游到后面很累啊。然后你这样没有负担的玩呢，你也会玩得比较开心。那这个开心的过程中拍出的影片，我相信那个影片都可以让人家感受到那个开心的氛围。那像在欧洲这种扒手比较多的地方啊，你的背包越轻便的话呢，看起来就不会那么显眼，那扒手就越不会盯上你。那像我带的这个背包，虽然说它有防盗效果，就它有很多内部夹层，然后有些防盗的装置，让你比较不容易被偷东西。但是因为这个相机背包就真的蛮大的，而且就是后背包，所以其实如果我是自由行的话，我带这背包应该还是会蛮危险的。那我觉得我个人是因为好运啊，然后又加上我是跟团，所以我这趟旅程我其实没有特别感受到有人靠近我，或者是有明显想要偷我东西的那种感觉。那出国旅游的话呢，我还是会比较建议以轻便为主，这样其实会真的比较安全啊，安全还是我们旅游的优先第一啦。又变成大叔在碎碎念了。那这边呢，我其实建议携带器材呢，就是以1机1镜为主，然后再加一个 GoPro 跟一支手机，这样其实就很够了。那镜头的话呢，我个人会建议带1635或者是2470这2颗镜头择一就好了。但当然要看你有什么镜头啦。那如果你是24-105这个镜头呢，其实我觉得也是很不错的一个选择，就是旅游镜嘛，28-200这样也可以，就是以1机1镜为主，这样其实就很够了。那如果你又很常会有夜间拍摄啊，或者是你有大光圈的需求，那我觉得你就是顶多再补带1颗定焦镜，这样1机2镜其实就真的很够了。那像我自己这次呢，是因为我去欧洲嘛，有很多教堂啊、城堡啊，还有瑞士那些风景大景啊，所以对我来讲，我这次旅程真的是用1635GM2代这颗镜头会比较适合，也比较方便。然后我又有一些自拍啊、vlog 的需求，所以我会比较需要广角这个焦段，所以我这趟旅程呢，几乎都是靠1635GM2代这个镜头去做拍摄的。但是你的行程，如果你确定你比较不常用到广角，或是你也不确定你会不会用到广角的话呢，那我会比较建议你带2470或是24-105、28-200这种镜头，然后再搭配手机的广角或是 GoPro 的广角去补这种广角画面，那这样我觉得其实就已经蛮够的了。然后最后夜景就再靠一颗比较轻便的定焦镜，那我跟你讲，这样子的旅游已经妥妥了，没问题的。相信我。那再来呢，如果你没有单眼相机，没有专业的相机的话呢，我觉得一点关系都没有。其实呢，我们最常使用到的东西呢是什么？一定是我们的手机。手机真的是最方便的东西，随时都可以拿起来拍的东西。那我自己个人觉得呢，其实出国旅游呢，就是要玩得开心呐。画面呢，有时候真的是瞬间就没了，因为你真来不及的时候，你就是先求有拍到画面，手机拿起来拍到再说。那时间如果真的比较足够的话呢，我才会觉得说可以拿相机出来拍摄。那一般呢，其实手机先拍到，先求有比较重要。真的拍到了，我们再来求这个画面的精致度，这样会比较好一点。而像 GoPro 跟手机啊，他们就是当你没有手去拿相机的时候，手机跟 GoPro 都可以让你比较轻松的拿取去拍摄。不然有时候单手拿那个单眼这样去做摄影，其实真的有困难。有时候我们2手提东西，其实 GoPro 这样按一下就可以帮你录。我觉得这样子真的是蛮方便的。手机跟 GoPro 已经可以帮你录大部分的场景了。那你真的有需求，再用单眼来拍摄。所以我真的觉得没有单眼没有关系，但是你一定要有手机。这边讲得很乱，大家多多见谅。毕竟今天的稿是真的比较草稿，所以讲的会比较乱一点，还请多多见谅。那最后一点呢，就是出国旅游其实跟在国内旅游是一样的。如果你国内旅游就不会带到东西呢，我建议你出国的时候就也不要带，因为你的习惯不可能因为你出国就改变。你在国内用不到的，相信我，你在国外也绝对不会用到的。真的，这是我个人切身之痛，就是每次出国带一堆，但是会使用到的东西都是国内旅游会用到的那些东西。所以你国内没有那习惯，你就不要以为你在国外可以突然养成那个习惯。
OK， 好了，那这次影片就介绍到这边啦。那一方面就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这次出国带哪些器材啊，哪些东西用不太到，然后帮大家避个坑。然后一方面也是记录一下我2023年这一年我的相机背包里面装了什么东西。毕竟之前也是拍过一个2022年的嘛，那现在2023年其实又有一些不一样。好了，那这支影片就差不多到这边啦，我们下支影片再见，拜拜。太好了，这影片拍完，我终于可以去把我的摄影器材统统归位，统统收起来了。可以把这些背包收起来，不然放在地板上实在是有个定位的。拜拜。然后这后背包呢，它是一个叫做 Elecom 的后背包品牌，它的型号是 Graph Gear Neo。那它就专门给你放摄影器材用的一个背包。然后这背包呢，其实我已经买了很久了，就是大概5年前的时候，我看到黑仔熊影片有介绍到这个背包，所以那时候我看了觉得还不错，我就买了，想说哪一天出国的时候可以使用。因为它这个背包呢，它是有那种腰部的减压背带，所以会让你在背负的时候肩膀的压力会小一点。但是买完这背包没多久呢，其实就遇到疫情，我就没有机会出国，所以这背包这次带出去呢，算是我第一次出国使用到这个背包。但这5年期间呢，其实我后来又陆陆续续买了很多的摄影背包。像之前介绍过那个拍了18公升的那个背包呢，如果是在台湾旅游的话，我目前还是最喜欢使用那个背包。那因为我这次去的欧洲蜜月旅行呢，我去的地方是法国和瑞士。那法国就是扒手出了名的多嘛，那我为了担心我的摄影器材啊，还有一些身上贵重物品啊、现金那些遭到扒手窃取，所以我后来才会决定带这个背包出国。因为它这个背包呢，它有个主要优势就是它的背包内部有很多的夹层，可以让我去藏东西，藏现金啊，藏一些比较贵重的，就会让扒手没办法第一时间就找到那些地方。那再来就是它其实这些拉链呢，上面都有一些小小的圆圆的洞，那这个洞呢，就是可以让你用锁头穿过去把它锁起来。那当然我没有用锁头去锁，如果真的每个都用锁头去锁的话，其实也会让我自己很难开。所以我的做法是，我会用那个我们捆器材那种小铁丝，有没有？就穿过这洞洞，然后把它转起来，然后让扒手没有办法第一时间一拉就可以拉开，让它不会那么容易就可以打开这样子。然后这个背包呢，它这个主要放置摄影器材这个主要空间呢，它的拉链其实是可以藏在这边的那个缝里面，就可以让扒手没办法第一时间就找到拉链去把它拉开，因为它等于说它得先这样打开，然后才能去找到拉链去把它拉开这样子。所以平常的时候，我就会把拉链拉到这个旁边，把它盖起来，再把它扣起来，这样就看不到拉链了。那首先看到我们这个上层的这个空间。它这上层空间是有分前面跟后面这2个部分。那因为上层空间它是比较暴露在外的嘛，最可能一开始被拉开的地方可能就是这里，所以我上层空间这边放的就是比较没有那么贵重的东西，就是被打开了也比较不会那么的危险。那我们先看前面这个空间，前面这个空间打开呢，我主要放的就是像这个视镜布，这是看到艾德老师推荐的一个鹿皮的视镜布，这一块还蛮贵的，快1000块。然后再来呢，我会放像这个吹球啊，还有视镜笔，就让我如果镜头如果临时脏掉需要清洁的时候，我就可以很方便的去吹掉灰尘啊，然后擦掉那些指纹。这样，除了刚刚的吹球跟视镜笔之外，我还备用了几个这个 B+W 的视镜纸，还有就是如果真的有需要，真的镜头太脏的话，我就可以拿这个先做一个初步的清洁的。那再来呢，这边我就会放我的太阳眼镜。然后像毛老大那时候的太阳眼镜也都是放到我这个里面，然后在这边我还会放了一个护身符，就是保佑这趟旅程平平安安。好，那前面的空间就是这样子，我就只放这些东西。然后上层空间的后面这里呢，我会先放一条充电线，还有一个我的行动电源。这个行动电源是 Adam 的行动电源，可以直接磁吸在我的 iPhone 上面做充电。那如果是坐游览车的时候呢，我就会搭配这条线去帮手机做充电，因为其实用线插的话，它的那个转换功率才是比较好的，它充电速度也会比较快。然后再来呢，我这边的空间还会放一个像这个 GoPro 的小脚架，还有这个 GoPro 的夹子，让我可以视情况去转换使用。然后再来是这个相机背带，这个相机背带其实我现在是把Peak Design 这个相机背带呢，搭配之前介绍过的那个背带的扣具，然后这样组合起来一起使用。因为我觉得 Peak Design 的背带呢，其实还是比较简单利落，然后调整长度也比较好调，所以我后来是用这种方式去做背带。然后平常我的这个背带就是都会背在身上，相机没用的时候也是可以这样子背在身上，然
然后相机有要用的时候也可以挂在这边，就是很方便的。然后像 GoPro 跟相机呢，我下面都其实会装那个卡扣，然后这个卡扣我就可以直接卡在这个背带上面，很方便，很好用，真的很推荐。然后这边呢，我还有放了这个手套，因为在欧洲嘛，我们去的时候其实都是10度以下，然后有去山上的时候，甚至到了0度以下，下雪都有。那我这手套呢，就是放在这个空间，然后如果有冷的时候，我就会拿出手套来戴。我买这个是 Uniqlo 的手套，然后最薄的那一种，因为这种比较薄的手套呢，我戴了我在操作相机的时候才会比较好操作。然后最后呢，我这个空间还放了一顶这个毛帽，那这毛帽是我在瑞士的时候买的，我觉得这顶还蛮简单利落好看的，所以我就买了这个毛帽，然后我就放在这个空间里面，有冷的时候就可以戴。因为那边有时候如果有风的时候啊，就吹到真的头很痛，所以你一定要戴一个毛帽，防风保暖。然后其他的一些网格收纳区呢，我就放一些小物，像这种手腕带啊，然后一些票券啊，然后药品啊。这种的我就会放在这里面，然后像这上方后面这层空间啊，我那时候还会放耳机，还有领队发的无线接收器啊，就是我们如果没有在听导览的时候，那些机器我就会放到这个背包这个上层空间里面，所以这个空间就大概这样子，就放一些相对不重要的一些生活用品。没有那么贵重的生活用品。那这上层空间这些东西呢，其实用到频率也没有很高，但是这些东西呢又是不可或缺的。像是我们那些试镜笔、试镜布啊，如果你没用到，就是没用到。但是如果你的镜头脏了想用没得用的时候，那你就会很麻烦。然后再来是这个背包后面这个笔电空间呢，我的笔电不会放在这边，因为你一直背着笔电走的话，真的是太重。就算它是13寸的 MacBook Air， 那还是会很重，还是有一定的重量在。所以我这边呢，其实我是没放什么东西的。这边我就放旅行社当初发的行程表，就是薄薄的几张纸这样子。然后还有我们后来行程买一些东西的退税单呢，这些退税单我也会放在这个层空间里面，算是一个收纳，然后你也比较好取用这样子。然后再来背包的侧边呢，侧边这边我会挂我的一个帽子，如果有下雨啊，或者是头发太乱的时候，我就可以戴这个帽子。算是一个穿搭的配件啊，那它也不重，就挂在这边。然后这边呢，这边我会放一个水壶，水壶就喝水用的嘛。但大部分时间呢，我会把水壶放在游览车上，毕竟水壶还是有点重量的。然后再来就是这个雨伞，就是雨伞我觉得必备啦。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下雨，有一支雨伞带着还是比较保险。像我们到巴黎的第一天，其实就下大雨啊，然后第一天就用上这支雨伞。每次跟毛老大出门出国都会下雨。所以我才会都一定要带雨伞。然后背包另外一侧呢，我放的这个是脚架。那脚架呢，它这边背包有个扣子可以把它扣住，然后再加上其实这脚架也算蛮大一支的所以我觉得应该不会有小偷想要偷这个脚架，应该吧？那这支脚架呢，我就是出国前的时候看到摄影物料介绍，然后觉得，它重量才1公斤，然后它在把脚架伸长过程呢，也可以很快速。所以我那时候出国前，我就买这支脚架，就带出国使用这样。如果你是出国旅行想要带脚架的话，我会蛮推荐使用这支脚架的。它是 PhotoPro 品牌，然后叫 Aircross 3 Video 的版本。然后它 Video 版本其实就插在它的云台是减压云台，只是我这次出国呢，我把这减压云台换掉，换成之前马瑟士的那个脚架，也就是现在我架着在拍影片的脚架的那个云台。因为我觉得这个云台呢，它在拍照的时候这样子自由转动还是比较方便的。因为我架脚架主要会是想要拍合照的时候才会用到，所以我就换成这个云台。那这支脚架的相关介绍影片我会放在下方链接给大家自己去参考一下。但这次旅行呢，其实说真的，我脚架用到次数真的很少，因为我们在跟团的时候啊，其实时间都是蛮有限的，根本没有时间让你在那边慢慢架脚架。所以我这支脚架呢，其实大概只用到5只手指头数得出来吧。但是你说带这么重的东西出门，然后又用那么少，是不是有点不值得？这个我就觉得因人而异了啦，就是看你的需求到哪里。像这次我出去呢，我也有用到这个脚架拍到我跟毛老大，然后跟法国巴黎铁塔合照的那个照片。那张照片我就觉得拍的还蛮漂亮的，就是有拍到那张照片，就让我已经觉得带这只脚架已经是值得的了。所以呢，旅游到底要不要带脚架出门，那你就可能要自己评估重量啊，然后背的时间啊，还有你会使用到频率啊，以及你有没有很常需要用来拍合照啊，或者是拍夜景啊。如果真的有那些需求的话，你再来考虑说要不要带脚架。一般出国旅游的话呢，我觉得我建议还是不用带脚架，因为使用的次数真的太少了。因为它其实呢也蛮占空间的，就是它会占掉你的行李箱一个空间跟一个重量，所以这部分就是依个人的需求再自行做评估。好，在呢这背包后面的背带的部分呢，
背带部分我这边有夹了一支 GoPro， 我这就是用 Pic13这个快扣系统呢，然后搭配 GoPro 去做一个使用。我平常我的 GoPro 就是挂在上面，然后走路的时候我就会加减的拍一下我们这个走路的过程。虽然说这种拍出来的画面就是蛮拢的，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回忆来讲，你走过那些路，偶尔回去看一看，还是觉得蛮值得的啦。但只是挂在这边呢，如果是像 GoPro 的话呢，它夜景其实还是有点不太行的，它夜景会比较晃。但我觉得就是可以把 GoPro 收纳在这边，然后有需要的时候就拿出来用一下，拍一下，我觉得是真的蛮方便的。然后再来就是背包呢，它后面就有这个减压的腰带，就是你把这腰带扣上去呢，你的肩膀的负担就会可以减轻一点。那我这样子交替使用呢，有时候用肩膀，有时候用腰带这样子去辅助。那我这一趟旅程下来，其实我肩膀并没有觉得到很酸痛。那也有可能是因为我们都在坐游览车，下车时间其实说真的也没有很长，也没有一直长时间背着。所以这次我们10天的欧洲旅游呢，扣掉交通时间剩7天嘛，那7天的欧洲旅游时间呢，其实我觉得背起来并没有到很重、很酸痛的程度。那另外有讲到这个背包呢，它是可以侧开快取你的相机的。然后它这边侧边打开，它这边其实还有个拉链，有一个收纳空间。那这收纳空间其实我也没有放很多东西，就放一些快拆底板啊，然后还有像这个记忆卡，我就是放在这个地方，就蛮方便去使用的。就是这边我没有放很多东西，它如果放一些小物品的话是很方便的。